场高温席卷全球，当别人都躲在空调房里吃冰降暑时，我却不惜卖房贷款收购了大量取暖设备。别人都嘲笑我愚蠢，但只有我知道，在高温气候持续半个月后，全球气温会急速下降，短短几天的时间，气温就会降到零下50度，到时饥饿暴乱等末日场景就会上演。而我前世作为豪门柳家的上门女婿，却在末世之中苟延残喘，不仅被老婆柳如烟嫌弃，被大舅子刘朗拳打脚踢，甚至就连丈母娘蔡梅和小姨子柳娇都对我冷眼相待。而我冒着生命危险拿回来的物资也被柳家人瓜分殆尽，最终被大舅子刘朗挑断了手脚筋，扔在冰天雪地里活活冻死。如今重活一世，我势必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随后我拿起手机又确认了一下时间，距离末日降临刚好剩下3个月。如果能够赶在末日降临之前储备大量物资，建起一栋抵御寒潮和暴动的庇护所，就能够避免上一世的悲剧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察觉手心一阵灼热，随后盖在身上的内凉被就那么凭空消失在我的面前。我愣住了，找了半天却始终没有找到那个内凉被。但下一刻，我竟然出现在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空间，而那床内凉被正完好无损地悬停在那空间之中。见状，我瞬间明白这是空间异能，并且我还发现在这个空间中时间静止，永远不用担心食物会腐烂变质，甚至如果有需要，我自己也可以进入空间之中，为外界的危险留足应对时间。现在唯一差的就只有钱而已，物资和建造庇护所，这些都需要数额巨大的资金。我虽然入赘柳家，并且在柳家的企业做管理，可是金钱方面却一直不充裕。为了能够辖制我，柳如烟每个月只给我留下不到2000块的生活费，就连我母亲生病都是找柳如烟借的钱。随后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在我脑海中滋生，妻子柳如烟在柳家的帮助下，已经是宣明财团的董事长，名下有着好几家规模巨大的连锁超市，而这些超市的库存都在郊区的一个占地近1000亩的仓库里。如果能把仓库里的物资全部送进异能空间，那自己一个人上千年都用不完。我需要一个完美的计划，最好是能让柳如烟没有任何疑心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不耐烦的砸门声，我打开房门，就见一个女人站在门口，正满脸鄙夷地看着我，正是我的妻子柳如烟。赶紧去准备饭菜，我妈他们今天在家里吃。柳如烟不耐烦地扔下一句话，转头指着我说，还有吃饭的时候你知道自己该去哪了，别再让我丢脸。说完摔门而去。我后槽牙紧咬，柳如烟这是在提醒我，吃饭的时候别上桌。一旦柳家其他人在家里吃的时候，我连吃饭都要躲在自己房间里。可我没有半句抵抗，默不作声地走进厨房，熬过了这段时间，弄到了物资，建立起庇护所才是关键，这点委屈能忍。我拿起厨刀熟练的洗菜切菜，很快一桌子美味佳肴便已经准备完毕。刚准备摆下碗筷，就听别墅的大门打开，随后几声欢声笑语声传来，柳家人回来了。小姨子柳娇提着大包小包闯了进来，一边脱鞋一边不耐烦地对我说道，你眼瞎呀，没看见我手里拿着一堆东西吗？也不知道过来接一下。我姐怎么找了你这么个没眼色的狗东西？我将手里的碗筷放下，默不作声地从柳娇手里接过那些东西。我刚把柳娇的东西放下，就见丈母娘蔡梅和大舅子刘朗走了进来。我那车的后备箱里还有东西，拿的时候小心点，别剐了我的车。说话的是大舅子刘朗，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蔡梅瞥了我一眼，皱着眉头说道，刘朗，那些东西可不便宜，你就不怕他藏起来点什么？刘朗毫不在意地坐在沙发前，摆了摆手说道，他敢，借给他2个胆子，敢碰我的东西，我把他狗腿打断。两人的对话没有丝毫要背着我的意思。我站在原地，心里的怒火几乎已经压抑到了边缘。蔡梅见我还愣在原地，顿时不耐烦地说道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等我去拿呀！废物，怎么连话都听不明白？赶紧滚，别站在这里碍眼。蔡梅见到我就一阵心烦，这个废物女婿自从嫁到柳家之后就哪都不顺眼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强压下心头的怒火，转身走进别墅院子里的车库，那里停靠着徐家其他人的几辆豪车，以及我自己花12万买的一辆比亚迪秦。打开刘朗的宾利后备箱，就见里面放着10几件金饰和一个30多厘米高的金佛，费力地将东西搬进客厅，就见柳家人已经围在饭桌前，有说有笑地吃着我精心准备的饭菜。这一幕越是其乐融融，我心里就越恨柳如烟在金海市的企业是当初的自己一手打下来的，若不是如此，柳如烟也不会和自己这个一穷二白没有任何身世背景的穷小子结婚。可谁能想到，柳如烟站稳脚跟之后便将我雪藏，公司的重要职务也都交给了柳家人，而我则彻底成了柳家的一条狗，甚至连母亲去世都只有1天的假期回去安葬。我面色阴翳地拿起自己留下的饭菜，回到房间，房门外仍旧能够传来柳家人的欢声笑语，笑吧，你们笑不了多久了。吃完饭，柳如烟打扮得十分精致，满面春风地走出门，柳家其他人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我熟练地来到客厅，开始收拾着桌上的残羹剩饭。就在这时，楼上传来蔡梅的喊声，陈月，如烟出门忘了带包，她应该在隔壁的新别墅，你给她送过去。见状，我放下碗筷，带着包走出房门，来到别墅门口。我给柳如烟打了个电话，电话一直响到忙音都没人接。我见别墅大门虚掩着，便走了进去。然而刚进门就看到一双男士皮鞋。就在这时，主卧里传来一阵对话。见状，我瞬间掏出手机踹开房门，吓得两人心头一颤。柳如烟转头看去，就见我站在门前，手里正举着手机。陈月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我不是警告过你不准踏进这别墅吗？柳如烟羞怒地扯着被子，试图掩盖自己一丝不挂的身体。我脸上阴沉如水，原来如此，难怪他会对自己日渐冰冷，原来是因为在外面养了其他人。床上的那个是我在公司时的下属林家栋，他除了会拍马屁之外，就只有那副皮囊好看，所以一直得不到我的重用。原来柳如烟是背着自己搞上了这个小白脸，难怪结婚3年，柳如烟都不让自己碰他。前世末日之后，柳如烟也经常来新别墅，原来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找回来的补给品，除了养着柳家那群白眼狼，还
养着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小白脸。想到这里，我连怒火都悄然隐去，剩下的只有冰冷。这种女人不值得自己再浪费一丝情感。我按下暂停键，冷漠地看着床上的狗男女，沉声说道：“离婚可以，给我1个亿。”柳如烟闻言顿时蹙眉竖立，怒斥道：“你敢威胁我？”我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总之没有1个亿，这份录像一定会传遍全网。”说完，我转身离去。林家栋见我离开，满脸深情地看着柳如烟：“宝贝，咱们的事可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我倒是无所谓，你的名声可重要得多。1个亿而已，难道我在你眼里连1个亿都不值吗？”柳如烟看着眼前男人那帅气的面庞，心理防线瞬间松懈。他居然只在乎我的名声，区1个亿，不过是宣明企业1个月的利润而已。另一边，我刚走出别墅区，就收到了1个亿的转账，还附带着一条留言：“明天民政局见。”而我心头一阵冷笑，1个亿只是开始，我要的是柳家的全部，包括他们的狗命。我拿到钱，直奔郊区的一座废弃仓库。在前一室里，冰雪几乎覆盖了整个京海市区，所有2层以下的房屋都被冻实的雪层掩埋，而这座仓库所在的位置是整个京海市海拔最高的地方，几乎没有被雪层覆盖。前世搜寻物资的时候，这里已经被另一伙暴民霸占，我直接花钱租下这座仓库，花费也不过50万而已。看着这座废弃仓库，我的眼前已经出现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，同时我的手机也响起。“您好，陈先生吗？我们到了。”我转过头就看到一排车队缓缓驾驶了过来，车子停下，推门下车的是一个光头中年人，他疑惑地上下打量了一下，试探性地说道：“陈先生是我，黄总是吧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对黄总伸出手。黄总微微皱眉，听秘书说是有人要改造一间仓库，本以为是什么大项目，没想到居然是个穿着一般的小年轻。他能有什么钱？黄总没有伸手，而是背着手看向面前的废弃仓库，语气里带着不屑地说道：“就是这座仓库，总面积2000平方左右，墙体破损严重，要翻新的话最少300万。”不行，我看出他表情里的不屑，当即也不再客气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300万不可能，那没得谈了。”黄总说着转头看向身旁的秘书说道：“以后这种小活别说的那么激动，没见过世面。”说完转身就要走，刚走没2步就听身后传来我的声音：“我给你3000万。”黄总见状双目圆睁，连忙转头看向我，就见我伸出3根手指说道：“3000万，但是我有要求，这仓库要全部推倒重建，保留2000平米的大小，但是地基要给我打30米，地基中心区域要有一个面积不低于1000平米的地下室，地上部分墙面要用 C130高性能混凝土，中间要填入隔温层，整体外墙要覆盖最少20公分厚的钢板，所有的玻璃也都要用不低于20公分的防弹玻璃。除此之外，房间里要配备5台独立的发电机，室内有空气循环装置、温控调节设备、净水系统，3套独立的安保系统。”我说着顿了顿，又指了指仓库外的区域，还有主体建筑10米外要加盖一圈3米高的瓮墙。黄总听到这些要求，眼珠子和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，这哪里还是仓库，分明就是个军事基地。地上1层的建筑居然要30米深的地基，那可是建100米左右的大楼才能用得上，还要有20公分的钢板墙体、防弹玻璃。他是得罪了联合国了吗？我见他不说话，当即眉头微皱道：“3000万不够，那5000万够不够？”“够了够了，5000万足够了。”黄总咽了口水，疑惑地问道：“方不方便问一下，您盖这建筑是要干什么吗？”我摆了摆手，这个和黄总没什么关系吧。黄总想起自己刚才的狗眼看人低，恨不得给自己抽上2巴掌，在他看来这一定是哪个富家公子哥想要给自己盖一个大号玩具。“您放心，我一定按照您的要求完成，工期最多1年。”闻言我眉头瞬间皱起，挥手打断黄总的话：“太久了，最多2个月，我要保质保量，保证工期之内完成。”黄总连连摇头：“2个月盖个民房还差不多，这么一栋钢铁堡垒，光是准备需要的那些建材都得1个月的时间，更何况还有诸如空气循环装置之类的其他要求，1年已经是极限了。”我见他摇头，当即皱眉道：“必须2个月，我再给你加2000万，人手不够你就招人，建材拉不过来你就租卡车，总之2个月后我必须要见到我要求的房子建成，如果还不行，那我只能另外找人了。”黄总闻言连忙拉住我：“2个月就2个月，如果有额外的2000万施工费用，2个月倒不是没可能。这年头有钱能使磨推滚，幸好他这建筑是在郊区，要是在市区里，别说再加2000万，就是再加1倍也不可能在2个月内完成。我现在就让人画蓝图，每天的进度都会上报，一定按时按质完成要求。”我闻言这才点了点头，拿出手机给黄总转了3000万的预付款，签了合同便转身离去。接下来我又去市内一家比较大的医疗物资仓库去了一趟，用1000万的预付款订了一大批药物。柳如烟的连锁超市虽然也有药品储备，但是毕竟是超商，有很多药物是没有的。冰寒末日最重要的药物就是抗生素，除此之外还有布洛芬、头孢、青霉素、肾上腺素、曲马多针剂、葡萄糖溶液等等，这些药物在末世都是稀缺资源。我心里有一个计划，一个暂时还不能说出来的计划，而这些药物就是这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环。第2天民政局门口，柳如烟看着一眼手机，皱着眉头四处张望。站在他身边的正是情夫林家栋。“宝贝，你家那个废物该不会是不来了吧？”林家栋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明明只是一条入赘的狗，居然还敢让我们在这里等。亲爱的，你别急，我再给他打个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这个废物，他怎么敢不接我的电话的？”柳如烟蹙眉骂道。就在他俩焦急地等了1小时后，我终于出现了。柳如烟看到我后，心中的不满立马倾泻而出：“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是吗？是不是不想和我离婚？陈月，即便你用这种伎俩也挽回不了我，我已经给你1个亿的分手费了，请你不要纠缠我好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我都快被气笑了。光是想想末世后你对我做的一切，都让我感到深深的恨意。然而现在的我并不想和他们发生剧烈的冲突，毕竟距离全球冰封末世还有3个月的时间呢。这段时
时间内，自己还是要苟着一点。柳如烟这一家子小人能躲就躲，末世来临后有的是手段收拾他们。我淡淡瞥了一眼柳如烟，别浪费时间了，去办离婚手续吧。随后我大踏步走进了民政局，柳如烟和林家栋对视一眼，也跟在了后面。民政局办理业务的人不多，很快就排到了我们。你好，请问办理什么业务？离婚登记。工作人员抬头看了一眼我，又瞅了眼一旁的柳如烟和林家栋，心里面已经有了答案。两位请出示户口簿和结婚证，身份证都带了吧？都带了。柳如烟将户口簿和结婚证递进了窗口，我也将身份证拿了出来。财产分配问题商量好了吗？商量好了，这是离婚协议书。柳如烟连夜让公司律师帮忙出了一份离婚协议，里面标明了给陈月1个亿，我这里没问题了，请二位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，然后交给我就行。柳如烟拿出笔，爽快的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上了大名，然后将笔递给了我。一旁的林家栋见状，立刻凑了上来，宝贝，从今天开始你就自由了。为了庆祝这一天，等一会回家了，我要好好的奖励奖励你。我则拿起笔，看着正在腻歪的两人冷笑了一声，在两人殷切的目光中，在离婚协议书上写一个陈字，随后将笔丢在了桌子上。柳如烟见状瞬间愣住了，陈月，你又想干什么？赶紧签字啊！柳如烟不满的说道，从一开始你就磨磨唧唧的，能不能痛快点？就是你能不能痛快点？一旁的林家栋也跟着帮腔道。听到这话，我又拿起了笔，可停在空中迟迟不动，干嘛呢？不会写字了。林家栋笑着说道，要不要我教你啊？我还用你教？我瞪了林家栋一眼，滚一边去，这个字我签不了。我将面前的离婚协议书和笔推开，冷笑着看向柳如烟。柳如烟以为我在此刻反悔了，瞬间火气便冒了出来。都到这个时候，你给我说签不了，为什么？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柳如烟一愣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冷笑了一声，柳家的企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？前期是谁扛着压力的？现在柳家的企业价值100亿，我说这里面有我一半的功劳。柳如烟此时意识到了什么，警惕地看着我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已经给了你1个亿，你还想狮子大开口吗？不，你想多了。我笑了笑，我只是觉得1个亿就想打发我，未免有点太少了吧？想要让我签字离婚，可以，可是我付出了这么多年，总得拿点回报才行。搞了半天还是要钱啊！柳如烟冷哼一声，说吧，你要多少？不多，我只要柳家旗下的3家大型超市，